球队对上我们的台北康体。那在比赛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些好消息要跟大家讲。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手上的杯子？超级漂亮，这是我们联庄今年最新推出的马克杯哦。然后要怎么得到我手上的杯子呢？我们也感谢我们龙脉建设公司来为我们赞助这个杯子，然后让我们免费得到。怎么得到呢？详细办法帮我们到我们门口有一个联庄官方摊位，就可以拿到马克杯。马克杯不嫌多，马克杯很容易就摔破了，所以你们一定要，只要有 IG 的人追踪联庄排球队的账号跟龙脉建设的账号，就可以得到美丽马克杯喽。那我先我来问一个问题好了，请问我们这一场是这一周跟下一周是哪一个球队的主场周呢？我1、2、3，我直接把这个送出去。1、2、3，好，就你了。来，这位先生，因为你最近，我这样比较好拿给你。这是哪一个球队？联庄吗？谢谢你，这上面有我的手温，谢谢。好，在我们精彩球赛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来介绍我们的大家长、大贵宾们。首先，我们欢迎屏东立法委员许富奎国会办公室主任陈佑善先生，掌声欢迎。大家好，谢谢。再来，我们要来介绍我们联庄男子排球队的领队连华荣先生。好，那介绍完贵宾之后呢，我们现在要来介绍我们客队的球员，就是台北康体队的球员。我念到号码的话，请康体队球员进场喽。1号李冠伟，3号郭博义，4号李元，6号廖鸿生，7号林胜恩，8号郑胜瑞，9号张浩博，10号林威宏，11号陈佑成，13号洪承佑，15号队长张家伟，17号杨承恩，20号林阳成，执行教练林显成先生，教练张生仁先生。紧接着我们要来介绍我们联庄男子排球队啦。那在介绍联庄男子排球队之前，我们先将我们的目光看向大荧幕，一起来看联庄男子排球队出场影片。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欢迎联庄男子排球队的球员喽。首先欢迎3号棉田举球柯凯杰，再来是我们的4号庄泽玉，以及我们的6号颜值担当吕江耀凯，再来是我们的8号施宗玉，以及9号是外援扛把子施朗，再来10号小高航空回来了，高伟成回来了。再来是11号当家球员吴宗轩，13号魅力型球员林冠洲，14号的吕庆宏，以及15号的刚当完兵的王炳勋。再来最后是当家自由张云亮，以及18号的黄千训。再来是原来是美男的陈冠明，以及最后压轴登场的20号宋博廷。欢迎联庄男子排球队，我们一起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些帅气的球员们。好，再来我们要介绍我们的大家长，再次介绍我们的领队连华荣先生，以及我们执行教练吴兴汉先生，教练简伟伦先生，
谢谢。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先邀请连庄男子排球队帮我到这里来，我们跟我们的贵宾一起合影。来，贵宾这边请，还有教练们这里请。对，照相，一起合个影。那我们谢谢康体男子排球队，谢谢。好，我帮你们拍个照哦。来哦。谢谢。那我们再一张哦，有官方摄影师。谢谢，谢谢贵宾，也谢谢联中男子排球队的球员们，谢谢。那我们稍后精彩比赛即将开始，观众朋友们，如果要得到我们马克杯，现在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哦！谢谢大家。
所有期待气排的观众，大家午安。10月27号，我们继续在台中的台湾体育运动大学的体育馆。今天连庄的主场面对的是台北康体。那对连庄而言，这是今年的第3场的初赛，前面是1胜1败的一个成绩。那对台北康体而言，这是今年的第4场的初赛。那目前还寻求这个第1场的一个胜利啊。现场邀请到的是邱德全邱老师，跟我们一起来看球。这2天的一个状况在台中啊，那当然你很清楚的感觉到，连庄在今年的一个阵容有一些调整，那举球也不断的在做调整。不过昨天真的是开张，那康体昨天在面对屏东台电，一开始冲的不错，可是后面可惜没有能够守成哦。对，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连庄在一开始的时候由柯凯杰来做举球的时候，确实是在搭配上是有一些状况。那在昨天的时候，他们改取了叫庄哲宇。那哲宇的球，其实你收一起看，其实昨天的一个钟轩的一个发挥，其实发挥的非常的好。因为钟轩是打一种快速的球，所以一旦快速的球搭配上有些状况的时候，他在处理上面就会比较棘手。所以这天我觉得在昨天他昨天的发挥就发挥的一个比较顺畅。再是小高的部分，那昨天也搭配的很好，所以昨天其实整个的一个连庄的攻势是比较流畅的。对，这是还蛮重要的。那当然，在整个搭配上来讲，另外一边啊，那康体今年也是有新的举球手，那他们这个大一的这个李冠伟的表现也不错。不过，当然我们在上礼拜也看到了，因为伤了一员大将雷诺，那所以说除了李元还是维持一定的水准之外，还是要有这个第2门炮要能够冒得出来。对，没错。所以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圣恩其实也打得不错。但毕竟个子还是比较矮小哈，那其实是像我们的浩博啦，或是盛瑞啦，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要赶快的成长，然后赶快的担起这个球队一个重担啊，这样子对康体来说，整个在之后的比赛里面会比较有利。对，你看到今年的整个大专的态势啊，因为我们在7联当中有4个主要的大专球队，好，美金龙前面是2连胜，我靠，看起来今年的状况很好，而且该在的都还在啊，不管他大几啦，反正他就是在。那另外呢，你看哦，整个桃园台湾产险，哇，前一场就击败屏东台电，把屏东台电压着打，所以状况也很好。那当然3大有些我们还没看到，是彰化，可是呢，最起码康体这边，好，前面的初赛的场次比较快，那也希望他们能够尽早慢慢的调整出我们所熟悉的这种，往往让对手抓不着，又有这种后半段突破能力的这种球风了，要出来。没错没错。好，在双方的一个交战当中啊，当然今天可以期待的是，在连庄的搭配上，今天还是先让举球手对，还是以庄哲宇为做先发的举球。那当然除了庄哲宇之外呢，不管是中间的汪炳勋还是吕江耀凯，那在搭配的主要的这个主攻手仍旧是，不管是施朗还是吴宗轩。那再搭配的是小高，那在整个搭配上来讲，这样的阵容其实也可以说是目前就连庄来讲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阵容啊。那在整个台北康体这边来讲呢，搭配的举球还是华侨刚毕业的李冠伟。那主要的攻击手一样还是要看的是李元。那今天除了在这个中间的这个廖鸿生跟林阳成之外，那还是看看刚刚啊。也提到了，就是其他人能不能真的适时的跳出来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啊？那连庄的重点，我们刚才提到了2个中间手，包含了汪炳勋跟李江耀凯，那施朗跟高伟成主攻，然后呢庄哲宇的举球，再加上是吴宗轩的举队，那吕俊宏跟张云亮自由。那在整个康体的部分来讲呢，李冠伟的举球，那搭配的举队是林胜恩，然后呢，在主攻手张浩博，还有就是李元，中间手廖鸿生，还有20号的林阳成，那陈佑成跟洪承佑2位自由。好，这今年2队的这关键的交手，那10月27号在台中。哇，这一开始这个音乐就稍微显得和乐了一点，对，和乐一点。但是，一旦开赛之后，就不是这个样子。对吧？杀了你死我活。其实这样子才，其实像刚刚上一场，我觉得我们台场跟台电，其实当然有那种气势。其实我觉得比16场就是那个气势。其实有打起来，我觉得那球赛就好看。对。
李冠伟先发球，台北康体。啊，谁料熊 K， 谁料熊 K 哦，连庄啊，位移的太早，李冠伟还没碰到手就已经开始在绕位置了。对，被抓了一个越位。对，这是很难得了。钟轩的一个很少见的失误了哈，可能跑得太快了啊。哇，真的是打点拉得很高很高哦。对。哇，这个基本上这个打点，那个手还感觉不到有风哦。哇，那个打点真的很高。对。看我这边看就很清楚。真的。庄哲宇的整个发球，这球没有包到啊。2比1。啊，没接好，小高。哇，李源也是斜线看得很准啊。对，而且打得自己国北较大的学长阿亮。3比1。对，今天的开局的感觉跟昨天不太一样。这整个大家的一个专注度很明显，跟昨天其实我觉得康迪今天的那种专注有更好。啊，士郎这个球打2号位，稍微节奏慢一点点，马上被拦死。4比1。可惜，我简单讲哦，像这几个球，因为小高这边的接球都没有接的那么顺，所以举球手在整个变化上来就有一点受限。对，没错。所以其实排球现在的一个很主流的切发球跟防守，你多接好第一波会很顺利，防守好，你有第2次再次得分的一个机会啊。李源太想要打这个斜线，这球没有包到，直接打到了电子看板。对。因为这个球真的是，其实像这个康体的球真的是弹性比较大，所以你的扣球这个手腕瞬间加压的速度不够快，就有这种情形发生。好球，这球冠伟很漂亮。好球，接下来2号位。对，今天这个球冠伟跳得真高，那核心 hold 得很，看这个球做得很好。他在高中阶段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举球了，就现在就是要再磨一点经验了。对，一定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林显成教练的他的一个想法了。早点在1年级做，就让你多做一点的时候，整个球队的磨合会更好。你看这个球很好，好球打高，这球救得不错。还有这球我倒啊。对，被抓了一个2次连击啊。对，而且我觉得今天冠伟在前左右的速度好像拖得比较快的。对，昨天的比较慢了一点。对，今天你看整个的速度感出来的时候，确实蛮好的。有人在问球评是谁，直接有人讲说韩院长反正 OK 了，反正大家知道是球队德全老师就好，没关系了，都 OK 了，韩院长能这么干嘛？对。好，钟轩切进来的，就是说。钟轩的那个快速的球风一定要打出来，那个也是整个连庄一个很大的特色。所以其实连庄它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当钟轩这个复位点是很极快的时候，所以就是我们大炮位这个拦网的这个位置，它一定就站在那里，所以中间的一个切动的拦网其实就很重要，对连庄来说就很重要。那另外当然在整个。台北康体最大特点一定是李源要打出来啊，所以李源刚刚这是一个时间差的切入，哇，这就真的是喷到2楼了哦。对，力量掌握度很好。7比4。哇，林森这条直线，哇，
这个发球的 feel 跟刘玉玲很像，都是攻那个直线，顺势哦，顺手的直线。哇，这一分直接的发球 S，8比4，连庄喊暂停，4分差。大家整个的一个气氛都醒了，对。其实讲真，现在不管是连庄啊，还是屏东台电，看遇到这种大学队，马龙踹一弹啊！因为讲实在话，现在的整个这种大学生的这个潜力，年轻人的一个可能的那个爆发力，有时候是你很难去捉摸的啊。对对对，体力，活力。是啊，对。好，8比4，第一局目前台北康体维持4分领先。好，现在柯凯杰上来。哇，你看还是没接好，还是没接好哦。小高这个球一样没接好，有点 over 掉了。所以说这个发球的针对性啊都很清楚哦。对，因为小高的一个动作是属于动作很大，攻击动作其实是很大的，所以他必须在接球之后，他的移动速度也很要快一点，他才有办法做这个动作。所以你每球发给他的时候，其实他就对他来说会有一点点困扰。5比9，吴宗轩。胜恩，对，到目前就整个接球接得很顺哦，所以让球配的就很开哦。对对对。因为大家一起看，昨天的时候，其实老三这个球其实是比较少的。昨天我们的一个整个球前大炮位的球很多。今天其实我觉得今天冠伟的配球就是两侧的一个比例，其实我觉得他现在有点变化，后面的球反而多了一点。10比5。还有，哇，这一个相当漂亮的时间差哦，这个很棒。在这个动作上还是这样，李光伟在整个出手那个最后那个瞬间啊，走后排啊。对。李源切进来的速度也刚刚好。对对，所以今天你看，今天讲冠伟他能够在中间这个三角战术，两边跟中间这个3个角能够做的比例，什么时候要给他的时候，就会感觉就今天感觉就好像刚才台产对台电一样，3个点都把它做得很好的时候，拦网者就不好去做拦网。哇，小高这个真的是有飞起来的感觉。对对。真的是跳得很高很高。是，而且这个球我觉得杨晨跳早。对，你看这个球，你看他是掉下来的时候，他才拦到这个球。这是一方面没有想要小高跳那么高了，还在空中留那么久。对，可能就要多一个喷刺了。真的。以为要停了，嗖上去。好球，好球，不起。哦，这球撇的是漂亮，可是撇过头了，这球出界啊。对。有点可惜啊。对，其实快攻的动作，其实杨整的动作应该要再小一点。因为其实两侧的打点打到两侧去，是快攻是最不好守的，就是喜欢你打在前面，前面的自由球员在那边等你。哇，这一阵子都是失误啊，连续2个攻击的失误啊，这平白送分啊。对，太高了。对，2分哦，2分哦。啊！这是怎样？
接球接没问题，举球也没什么问题，这攻击手自己在想的有点不是很清楚。对对对。哇，连续3个攻击失误啊，有点遭奸体。现在台北康体赶紧喊暂停，11比9。是啊，矮的话就要出手快，就不要跟，对不对？我跟你讲，太多了。不是闪前面的时候，你设定的目标是你要打到哪个点，不是闪前面的时候。比如说我要打这边的点，是打那个点，懂吗？现在就是为了闪那个手。他现在被我们发爆，所以他变成他现在先打出信心，所以他发球就打那个安全球，所以我们更要赶快补人过去啊，对不对？来，我觉得显成讲的是最有说服力的。你不是相黑的球是你该点还得点，对不对？他打那个点，他本来就是因为你闪了那个手，但是你是闪到奥赛去没有用。我们是为了闪这个手，然后要打进去那个点，才是为了要闪的手。等我差一点没有讲，我少年的时啊，不你看那球，反正我被拍在了点，我就拍在点。没有，他说我管那个手在哪里？对，我管你球里。对，对不对？是意思说，我就太急了就打出去了。对。好球，嘿。好球！最大的问题就是真的要避免失误了，因为失误是最伤的。没错。失误就是对手他要得分的时候，他可能没办法，但你自己给他机会。12比9。好球！哇，这个施朗在出手，这个是打点真的都很高啊。对，这个跳起来的高度，你大家可以看一下。胸口，而且你看到现在已经把廖鸿生换过去那边拦那个直线，可是基本上还是抓不太到。是。其实我觉得今年的市场的一个肌肉动作比较柔软。我觉得没有像之前的这么硬。哇，又是失误。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一样的道理，心态的问题。你像这几个球，硬是要闪，闪那么多干嘛？对，而且其实这个球浩博士他在打的时候，他的身体的完成度的时间太慢了，他还没有完全打完的时候，球已经打出去了。所以这个球是不是应该要快一点？好球！廖鸿生，好球！因为其实要拦鸿胜的球真的很难，因为他手真的是拿得太高了。他点其实你看他拿到，你只要慢一点，这个球一定都是从上面打下去这样。好球！哇，这个球被抓持球，是佑成用一个非常无辜的眼神看。对，因为什么？这应该这算不算一个连续动作？对，他说他有持球啦。没有2次，但是一定也是会身体上一定有一个比较连续的碰撞之类的。真的是，这就是整个台北康体比较吃亏的啊。如果说接球的到位率不够，开始只打修正的话，那就比较难穿越了。对，而且大家觉得说，像这种大炮的球，其实胜恩他是喜欢打直线。13比13。好球！好，这一样的问题，如果只能够打修正的话，就真的会比较辛苦了。这个球还是被抓死哦。2个都跳，都是这种高度。14比13。还有好球。哇，这几个都是接球稍微有一点点不到位，只能够打的是那种单边修正哦，那个真的就对方拦网，对方2个都稳稳的，甚至3个哦。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康体假如真的接发球也能够把它接好的时候，多打一些移动。对。李源，自己接哦，自己手，自己攻了。张浩博的发球，
这球还是让吴宗轩把它撇掉。其实这个球的防守是有机会的，因为你其实你假如这个球，你看那个球出去，我只要一步出去就好，一步瞬间出去，这个球也许有碰得到的机会。哇，施琅的整个发球也是相当具有这个球速哦。 多了，好，现在分数的差距2分哦。这个球小高飞很远哈。 这个有点空中位移，对，阿帕奇移形换位，哇！我们这边看很清楚，就是飘出去、飞出去这样。他在做完整个伸展的动作，然后再 K， 哇！对，这个真的是，我们看起来都觉得。其实他的这个动作是有美感的，是有美感，真的没有话讲，没有话讲。哇，这球飘过球了。 因为你要在空中把那个身体的伸展，而且他的动作又大，要平衡，而且很重要。这颗球其实的速度也不能太快，太快，它在还没飞起来的球就飞走了。对，16比18。哎，这个球修正给钟轩有点不太够哦，这球打出了界外。对。 施宗玉也是相当快的一个出手啊，所以大家都会发觉每一队有的时候就突然间，哎，怎么突见小平头？代表是当兵了啊，那就借调回球队训练啊。对，没错。施宗玉也是其中的一个。对。现在康体上面的选手有3个熟面孔。 呀，张家伟上来啊，短球，哇，这么安撞，哇，这个球没有交代清楚啊，没有站好，这就是经验。你看钟轩那个球，就是你的大力轻轻给抹一下，两个人的位置也都卡住了，对。 现在台北康体喊暂停，差距3分，17比20。判断快一点，就是扑下去，球接起来不是很好，也品质也不会太好啊，所以脚要先动，再试试看。浩博刚6成赶快了，2个之间很长，有一些可能会放掉还是什么，沟通。来，加油来！球的启动太慢了啊！你看他一发了，你就已经看到他大概要哪里来去了啊！你们2个都启动太慢，2个互相在等。 保护！哇，又2个人又有点交代不清楚啊！哎呦，这球太短了。
霸包没点到，再来。好，还是交给李源。有在追分哦，现在只差1分哦，19比20，连赶了2分回来。对。所以中动，所以其实现在你看男子的一个比赛里面，其实慢慢开始中间会越来越多，后排甚至后排中间已经是变成主打。对，看我刚才的一个台电也好啦，或是我们的台产跟现在的李源，其实现在手起来两侧的一个球速，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很主流的打法了。啊，这球被拦死！哇，这球漂亮哦，修正的高度被完全掌握，20比20，连庄的分数领先的分数被追上，赶紧喊暂停。王西梅接把球先接就好。OK， 一个勾，没事。啊，看一下啊，以为那伤害了。一样先接。双王的今天李源，他们都李源机会很多了，所以前排要退回去，尤其是蓝中的，你是中间过来的啊，是最明显的。李源那一点一定要防住哦，来。有一个，接把手先做好就好。好的，这个分数现在被追上了哦。那这个戏码第1局打到现在白热阶段，那第1局现在最后5分，谁能够先抢下呢？李源继续要发。小高接的还是有点 K 啊，这还好，这球施郎9补了回来啊。好，这球要挑战的是落点。小高航空哦，今天还是有很多这种算是台中部的，应该算是跟着太阳神一路到连庄了啊。对，小高航空。而在中部的球队一直会是蛮重要的啦，因为中部不管是这个风商，还是这种从这种你看到场边的这些。捡球的这些工读生，北屯国小啊、双十国中啊，一直到这个丰商啊，哈，对，还是像东山呐、啊，都是在中部哦。对。北屯国小的小朋友，这刚还有球迷讲说啊，他们这样被这个劳工是有一点被，好像做这件事情到底做的应不应该？其实讲实在话，从小就照顾球场，这是一件还蛮不错的事情。对，没错。小朋友们自己很清楚，打排球的擦地板，这是。算是蛮合理的了哦，现在整个气势上来了。康体也是这种，你让他打上来，你把波虾压得下去哦。对，其实这是胜队的一个招牌打法。其实胜队打后面直线可以打得非常的动作，其实动作非常的小，而且打得非常的直啊。21比21，好球的发球。好球！有被手到，有被手，哇，没办法，没有办法调回来。对，差一点点哦，嘉伟差一点手起来哦。还有谁？哇，这有点都来不及，这球没办法啦，可惜呀。可惜。哇，很拼啊，可是球没有勾回来啊。
就秉训的接的防守真的很拼哦。23-21。直线被守住，还有，再来，哇，真的是踢到了大铁板呐！张浩博被3个人硬是给 call 了下来。哇，真的是铜墙铁壁啊，布下了天罗地网啊！是。有闪过了啊！哦，张浩博这个有用力哦。对，其实我觉得浩博本来能力就有，其实我觉得就是像你说自信心呀，跟他到底想要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浩博，因为现在高度也有，而且本来也是我们的国家代表队的选手。那在球场上的时候，你要做些什么，一定要强势一点，果断一点，对。慢，不过啊，没有点起来啊，都还是一些小细节上面的一些较量哦。第一局，哇，真的在21-21之后啊，连庄的这个经验还是帮了忙，2-2先下了第一局。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Casami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a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
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本来是想扮南瓜啦，就戴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扮，那我就扮个小恶魔好了。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给大家带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的，在第一局的整个状况，连庄的攻击14分丢5分，那 County 11分丢8分啊，两边拦网各3分，发球的差距差1分，失误也就这么一点点。其实你看哦，分数在后半段台北County追成21-20，可是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那几分的那种接球的那种稳定度跟攻击的稳定度，那个落差出来。对，就是自己都失误。对，奥赛的2颗之后被拦死之后，就守起来之后也没有反击成功，所以就是年轻球队跟有经验的球队的时候，其实就是这种差别，就是在这里。呀，要不然你看了第一局从原本的落后能够追回来，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内容哦。对，就是最后的关键分的这个掌握度还是有落差了啊。看看第二局的情况啊。搭配的不好，整个人都已经往下掉的情况之下啊，而且胜率还没有完全热的感觉，是这个跳起来的一个高度跟那个动作就没有那么流畅。庄哲玉发球，1-0。还有救得漂亮，有。好球！好球！哦，飞进来。对。林胜恩。是真的啊，其实台北County就是你真的就要把球接好，那打多一点的变化，让对方抓不到。没错。这个球失了，是直线相接的熊贵桃。对，因为他被那个我觉得被里面的拦网骗了。哦，差一点点，可惜了啊。对。2-2。是
是这种切入的打法，到目前来讲是不错啊。对，两侧接近的。其实我觉得康体可以只要能够以后再做一些从里面再跑出来的这种一直在做位移的一个动作了，他们这个球队是非常可怕的呀。李源7分，那康体是施朗8分，吴宗轩7分。好球！哦，这球顶住是连庄触网，对，中轩触网的。好球！阿亮好忙哦。我们在那边看起来。对，阿亮好忙哦。而且刚才在后面那个几个所有的人都在还把那个施朗往旁边推，过去。但其实我觉得这是在球场上很重要的沟通。你想，这个时候你又要再跑在原来时间，你在球打下来了，把在球场上没有，球场上就是一个常律，它并不是个定律，说什么事情一定要这样做，没有。对。我有时候你看这些自由，你像看阿亮也是一样，还是看嘉炫一样，就是那个他们的那个反应出来，就是他们的判断。对，早一步的判断。是没错。3比5。再来。这球，只要第二颗球，我就胜了第一颗球，他被打回去之后，他只要第二颗球又跑进去，而不是打同样定点的时候，这个球一定会成功。因为看这个球的时候，小高已经完全就是第二颗球，他准备过了，而且一样是直线的拦网。对。哇，也是一样哦，台北康帝这就一位的太早了。这2分让连庄给赶了回来啊，5比5。好球！铁掉，林阳成。对。所以有时候就是那个脑筋，举球员跟那个搭配，就是说你刚刚讲的那个第一波打完没死之后再往内切，哦，那个真的默契要有。对，没错。而且最主要是胜率，你高度没有特别高。你想说你是像我们刘玉玲这么高打，那你当然要去打2个地方，它有很多的高度跟角度的选择。但是你个子没有那么高的时候，你就这个又被你的位置被拦死，你要再做变化，相对失误就高。这个球吴宗宪没有把握住，其实空间有啊，打得太长线了。好，又让康帝连抢2分，7比5。发给谁？发给施朗。首选施朗。对。8比5。够好一。球接得很好。啊，这个顶过去。哇，李源啊，碰到几老体啊！哇，你看李源真的是跳得够高，所以如果他上去的够快，他最后还可以有一个肩膀醒的那个动作，对不对？连庄喊暂停，5比9。
不用跳，我们都手伸过去就好。有这。小高，等一下篮网不用跳太高，手伸过去就好。秋春鬼不会其实不太重要。对，因为你手梗过去的时候，它能够击球的角度就变小了。但你越开网的时候，它能够穿越过来的角度就越大。这有些时候不是只有跳高而已啦。对。所以看外国的拦网，你看他的腹部都会用力，都会收，所以那个拦网的时候角度就会往前。对，收腹完变成一个瞎子这样。对，这是收腹，对。哦，好球！哦，这球一位的漂亮，哦，好球！没有人补位啊！这个第一时间接完球，重心那本邓来，球就已经又来了。对。自由球员还在地板上，对，还没起来。7比9。中间位置发的真好。啊，是，你看啊，真的是施朗有这种身材的高度啊，所以他那个最后那个都只是一个甩背的动作啊，身体的重心跟身体，其实他的躬身做的都不明显哦。对。他那个肌肉本身甩背的那个力量就已经相当的足够啊。好，现在分数又追上台北康典暂停8比9，让对手连拿3分了。因为像他这种比较强力发力，那就像你会这样接往上接就好了，就不用还要想着怎么样要接到位，有时候还是要稍微判断一下。当然，如果那个球速慢，你很有把握可以动一个。那像人家这个发的球速很快，你今天要接了，人家球速很快又会尬，所以呢，往上挡高其实就 OK 了。来注意切棒，注意切棒球哦，注意切棒球。双声道。生人教练那个国语，然后显人教练台语，对，就看不了哦，交给哦，注意哦，做一些这个适时的提醒哦。对，其实康迪会有问题，就是在接发球。对，你会发觉他每次被拉进，会发现就是在接发球的时候有状况。8比9。还有顶起来，有吕元在，一切都还有可能啊。对，又是让他撇掉。对。哇，李元现在真的已经是说实在话，一场球拿个20分，应该算是这种平盘了。对。这个那天其实我有遇到，我也跟他说，就还是要注意身体状况。对，因为其实一个球员很重要，这个恢复。跟你这个收操，这个疏解，这个都很重要，因为毕竟他们都是属于那种全力靠身体素质能够去做技术变化的人。哇，大包被反吞啊！哇，这嘛是安怎？哇！被拦得死死的。对。其实这个球，就看前面有人拦网没有关系，怎么？把它再拖起来，拖起来就再来就好了。对，这甘茂宏做的很好，所以今天很多报姐跟甘茂宏这个球就做的很好。讲在你把球拖好，再交给李元，对不对？对，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不过其实就是说合理性，合理性。那你球员一个很大的重点，当你看到苗头不对的时候，讲在该跑的时候还是要跑，没错，不能嘛就是一直只是带着钢盔往前冲啊。对啊，没错，那只是变劣势而已。真的被轰爆。而且重点是进不了中劣势，对，没错，没什么意义。是没错，死要死的有价值。哎呦喂呀，默契！这个学弟会不会太客气？这个球的
照挖来的后啊，没有这个球一定是举球员。对啊，第一个你不是跑不到，你跑到了，这个时候你就我来，甚至其实这个球洪生也要跑掉，因为这种球他不可能打快攻，是，那他要修正，他应该自己要先喊我来，因为他毕竟他球过来他正面，但是冠远是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其实2个都可以举，只是哪一个要先做，他要先沟通这部分，要先出虾啦，对，没错，不能用看的，对，没错，哇，这球又没接好。好，还好林胜安又是打一个台击啊。所以讲出来就是这球场上的沟通，而且要很直接哦。那时候就也不是说到底谁要不要，就直接声音出去就对了。没错。那个时间点已经不能用我们所谓的预令，要直接用动令啊，直接就来了。对，指派。对啊，指派就你了。的力，一般你也可以说你。对，都说你就对。对，什么叫能力？哇，真正是恭喜在跳真正有管有水啦，我们是这样给接，要挑战，要来看什么？有没有拦网触球？没错。好，在这一阵子，一方面是自己的失误了啊，其实机会点都出来了，可是连庄没有把握住。那这个球看看有没有碰到拦网手啊？有没有碰到拦网手？北屯国小的小朋友，今天真的是谢谢哦，辛苦了，真的，而且真的他们整个的一个的动作啦、规矩啊。这我觉得教练们、老师们教育的非常的好，很有礼貌，做什么事情都是笑嘻嘻的。对，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教育啊。所以说他们来帮忙擦地板其实是 OK， 因为所有排球员自己从小擦地板，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是我不是擦多久啊？真的，而且你看现在连 Pro 都自己都擦地板。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在一个运动教育里面，其实不是只有球技的训练，态度跟怎么爱护自己的球场，其实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哇，这个真的用推铅球的方式给推出去。小凯，哇，李江浩凯，这个应该要推个15米哦。啊，照这个手劲。对。他应该回来跟柯凯杰第一句话，你要考我就对了。不是跳起来的时候，哎，球怎么在我的那个嘴巴侧边？对。哦，真的是哦，哇。林胜安还是也很能飞了啊！14比11。哦，救得到吗？可以。还是给施朗。哇，下手真的就是快啊！钟轩这个球下手就是快。对，钟轩瞬间侧旋，可以看这个最后他打侧。对，因为你中间的你来不及嘛，所以我才说，当你来不及的时候，除非你这个球就像外国他很高，所以他半飞的过程中，他身体还可以往前。但是我们的高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高，你半飞过来就是中间一个空隙，就是让人家去打到。哇，这个手的漂亮，连庄触网啊，抠秀啊。对，有时候你真的看哦，这种国外你真的看那些强人，重点不在于高度，而在于他的臂展。对。那有些时候，比如你看他200几，可他的臂展可能210几，甚至220。对，那都有可能的。对，他真的就是一个侧滑，就是你看，但国总很多的那种世界过去的时候，他就是这种侧飞过去，到定点的时候，2个刚好合起来下去。对，他没有在说什么脚步一定是非常的完整的。哇，熊市，这一样，小高在这个过程当中几个球打的点都很漂亮，可惜都打偏了。16比12。这个发球也过头了。其实康体还是要注意这种领先的分数，刚刚是领先5分，最后被逆转。
好球，这球稍微等一下下啊。不错，你看这2场球，你慢慢发觉郑宪瑞其实慢慢抓到了自己的那个节奏。对。17比13，还是走这条直线。哇，这是钟轩的招牌动作。对。速度，所以现在其实凯杰给钟轩的球慢慢也跟得上那种速度，因为钟轩的速度真的很快，他跟我们一般的那种举后平球那种速度，跟他的球其实就是举那个后面劈死的，对他真的后劈的感觉，后劈的感觉，跟我们一般的看他举给施朗的那种高度，跟给钟轩的速度跟那个高度就不一样，完全是不一样的速度。对。啊，这球被拦到。哇，关键分，康体的拦网建功，维持领先，18比14。哦，这个拦网很重要啊！哇，差2分跟差4分啊！对，其实这个球应该要举快攻，因为这个球太中间了，而且这个球的手的动作其实已经很明显了。这球突然快攻，这就会非常好，而且是钟宇的出手很快。李渊。罚球没有掌握到，15比18。好，现在连庄换人，来看看林冠洲的发球，3分差。哇！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啊！还是4分差，19比15。林阳成。你看啊，你看那个施朗在包那个球，你听那个声音啊，手掌跟那个球的接触的声音，那个相当的饱满啊，对，清脆啊。对。16比19。短球，也是中间的短平快，好球，廖鸿生。这中间还是要用一下的哦，你这个才打的会比较前后，没错，对，跟2个边陲比较有空间了啊。对。还有救得漂亮，再来，后排李源放软，这球哇，看到了空档。哇，这分漂亮啊！虚实。连庄喊暂停，目前5分差，16比21。哎呀，机会哦，不要放弃，不要放啊，快防啊！然后往牌面把它做出来就好，不用一直跟它拼高度，你就伸过去就好，不用跳太高啊。来，慢慢来，先接，好，来，人看，这一阵子其实，虽然说，当然重点是刚刚几个失误啊，那重点是整个台北康帝的一个稳定度啊，跟进攻防守都抓得很紧哦。对，没错。直线。哎，这个我没有看到球是往哪边落。对。像刚才这个球起来，钟轩也跟凯杰说，这个球你要的动作是怎样快一点。对，因为
中间会变成说跳起来，他在那边等的时候，他跟他最好的击球的时间一定会影响到。对，所以他就跟他讲你要怎么样。所以你看之前去年 Nono 的手就很快速，干净又利落，所以中轩在抓那个 timing 非常清楚，嘣就出去了。对，哇，这个球真的是给的太平了，太低了哦。那等于是失误送1分，18比21。哇，自己在乱哦，自己在乱哦，连丢2分哦，有点上一局的感觉。真的哦。是怎样？是看到2就开始不开心了。现在台北康体喊暂停，21比19。那你跟他们讲，他等一下下来一样是发给你。那你刚刚那2颗球都是那么高的接嘛？那你就心里有个想法，等一下下去就用高手去过，太高的球就用高手过，不然你这样接又是在外侧，这样接不稳，除非你身体转进来，一样下去还是找你。但是暂停后的发球比较没那么有威胁性，所以自己要发。讲起来，我们从头到尾一直在讲，康体最大的关键就是在接球。对，没错。所以刚刚我们选择表面帮那个郑胜瑞各交了。个案处理，个案处理，各交。这要收钟点费的，对，这不在原本的这个体系里面，是个案。其实有时候跟他讲，其实就是一个，因为技术都没有什么问题，一个美感，一个细节。哇，果然呐，这个暂停归掉。对，发球出界。所以不用发的那么，不要发100分。其实有时候你居然要发这种跳飘球，其实跟大部分的是发底、发人、发位置，而不是要发很强，因为毕竟你也没有到200公分，200公分可以。对。22比19，林胜恩。哦，漂亮漂亮，吕金奥凯，哇，这个横移的第一时间的出手啊！好，现在绕到前排，再把小高给换上来，20比22。这个球，石朗这球没有后给，没有后给，这差一点，差一点。没有后给，有手到了哈。还是要请我们北屯国小的这服务同学来帮忙把地板擦干。是，比赛继续，23比20。好球，对，你看这个球过来都是一个直线过去，你看这个球中轩也很好，他直接过去跟凯杰说好球。对，摸摸他。其实有些是小学弟在跟你刚搭配的时候，他还是会希望，真的也是希望把球举好。但是学长们都给他一点鼓励，在这个球好球好球，他慢慢就可以越抓越好。有李源在，真的是啊。对。在连庄部分，现在吴宗轩12分，施朗10分。那在康体的部分，李源牧人目前个人也拿了有12分，24比21，第2局的局点。郑胜瑞，这个球很好。又是拦到了，可是没有人卡吧？没有人卡吧？哇，这真的有点可惜啊！22比24，现在轮到吴宗轩的发球。好，现在要增加的是把前排做一个调整，杨承恩上来。对。中轩这个球误多了。
哇，有李源在，一切都可以搞得定。这一分拿到稍微的长攻 ，over， 台北康体扳回一城，局数1比1。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本来是想扮南瓜啦，就戴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扮，那我就扮那个小恶魔好了。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给大家带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个第2局的情况，在攻击的部分，哇，这个整个台北康体是大大提升了，5成9的整个成功率，16分只丢5分，完全把连庄给压了下去啊。那在关键的后半段有撑住啊，没错。第1局是21比21之后连续的失误，第2局完全撑住，李源是关键人呐。对。那目前2局拿了13分，进入到第3局啊，局数现在2局打完1比1。李冠伟发球。 好球！庄哲玉。 哦，林生其实今天也是哦，这只要球接好，给他的球够高啊，他还是能飞哦。对，他今天状况也很好。连庄目前得分主要是吴宗轩的13分，施朗的10分，那高伟成6分。那康体这边除了刚刚讲的李源之外，林胜恩也有8分的进账，林阳成有6分。 哇，湘北离的啊！真的，而且这个球真的是从外太空打进，真的是从手上打下来的，真的从手上，我这看得很清楚，闪都闪不开。对。好，李源也不客气哦，单扣这个球肯定对他而言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啊。 所以你看哦，现在的态势来讲，当然我们要很务实的看了，因为连庄因为少了 Brian， 对啊，再加上 NONO 也不在，那当然现在配球也好，跟攻击也好，就跟台北康体打起来就没有那个很绝对的优势在，对不对？对。但是想想，今天假如 NONO 在哈，或是 Brian 也在，你现在这个阵容，哇！ 然后就加了小高来，对，所以这也是就是每一年的变化了，因为球队都会有变化。那学生球队就是反正就是有人毕业嘛，啊，有人进来嘛，那大一你要磨合。那这种半职业球队就有人进有人出，你也要再做调整，都一样的状况。没错。撇掉，这就低了。啊，有 touch 到，有摸到林阳成，对。 其实讲实在自己都很清楚了。当然，现在企联这边还没有这种真正是拿绿牌了。对，就是我自己承认了。对，其实我觉得这样会减少很多的时间。对，球赛比较流畅嘛。对。哦，李源啊，切进来转直线哦，这做了一点个人的移位了啊。对。 而且你现在看到这企联的部分来讲，你看连庄的比赛就会比较有一些外国的朋友留言呐。对的。那有的时候留的那个英文我就看不是很懂，应该是菲律宾的英文。对。还是菲律宾话，反正就是简单讲，我看不太懂就对了。对。会不会也是柬埔寨那边的？柬埔寨有可能了，反正基本上你看到之前协会办的这个邀请赛，你像国外的球队在打的时候，哇，那个网络上的讨论超热烈的。没错。因为每一个球队的他也会宣传。哇，这真的是打出来了，今天。 哇，今天到目前为止，除了原本的李源之外，对，这真的是这郑胜瑞打出来了哦。对，没错。那今天林胜恩的发挥也很稳定哦。对，没错。那还是维持台北康体一贯的状况，就是弄不盖了，我弄就好不会。对。欧巴直接把包是施朗这个球接过头啊！
在 VNL 来讲，他们有绿牌，绿牌就简单讲，谁就是自己承认啦，对啊，承认。那他们会评说，到底整个赛季整个这个联赛打完之后，哪一队哪一个国家的绿牌最多，会有奖金嘛？对对对。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因为会减少很多浪费的时间。但是因为有时候的这个挑战，有时候又是一种战术性。对。我就是要给你归嘛，我必须要挑战。对，或是说我挑战的时候，我就是为了暂停，或是让我们的选手缓和一下，这就是一个策略了。因为确实有时候我们的挑战的时间确实是比较久，但是在 VNL 他们是每一颗球，其实他们就好像都可以回放，都有那一种就是我们的那个鹰眼系统这样的回放，所以有时候裁判他直接就看那个，他就直接就可以判定了，他不用再等你挑战。哇，郑正岳这门炮补上来，现在的台北康体变得还蛮可怕的哦，而且把这个距离差充分的运用啊。是。好球！啊，好球，好球！哇，这个短了，短了。这球太近网，3人拦网。对，其实这个球这么近网，其实李元也想一想，这个球我是不是吊球吊到两侧？因为其实他今天已经有3颗球是这么球这么近网，他想要把它打，他就要出去，但是你吊在人家手上的时候，你本来就很难打。啊，想要放短，可惜了。7比8。机会啊！波浪瑞，哇！直接眼睁睁看这个球落地啊！这是一个在这个判断上跟第一时间的那个企图心啊，哇！这球真的让他落地，真的有点亏啊。对，其实这个球应该，我觉得泽玉应该这个球他在，因为他在这个他离最近。就像那个阿亮过来，他整个一个角度也不对。对。哇！你有时候在看施朗那个甩鞭子的那个手背的动作，真的是干净利落。每一球都是啪，很清楚。这摆明是自导自演。对。不过你看这阵子就打得很灵活，就打了相当多的切入了。对，就是切动。其实本来康体的选手，你自己看，这些选手都是以前在高中的时候都是一直打1位的选手。那你在这打1位的选手，你要知道说，我们的球队的一个好球的时候，每个都在1位，都是这种打法，因为他们个子没有跟相对我们的像我们的一个台场实打，他们的高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大。你就是要用这种那我的优点是什么？移动。那你就把这个移动做到彻底，那就有机会赢到别人这样。好球！哇，这球其实一样哦，这球就有点短，对，这球已经被小高完完全全的刷死。看，小高其实知道他就喜欢打直线，所以每个球前看他的左手这个动作很完整。好球，施朗的发球，直接的 S， 好球，这分再次拿下12比9。好，这一阵子稍微被拉开，现在台北康体喊暂停，3分差。
来，范围那边切，然后拉过来这边。每一颗都很重要啦哦。刚才你看，因为他是从那边推下来，你看盛瑞他也从前面推下来，那你就是切，然后一个2号，然后再跳出来，然后就这样带下来，然后2号，然后让他塞住。换球再注意一下，好不好？来，你有没有那边对不对？好，这几球现在一样了啊，就是要维持那个张力的前提在，你要一直维持那个高度的专注了啊。对，没错。哇，这个就考验，没有配好。啊，没有配好，这真的就错失掉了哦。刚给钟轩的球，那个 timing 不对。对。让康体补回1分，10比12。哇！这个一出手就发觉好像力量也没用到，没吃到力啊。挑出了界。2分内，啊，又是接球，施朗又过头了。哇，这排球真的是一个其实蛮细腻的东西啊！接球第一时间那个感觉不对啊，那个球弹跳可能多个50公分，那个结果真的就是这完全是不同的世界啊！分数又被追上来了，连庄喊暂停，12比13。相比之外啊。这个带这种大学球队都要苦口婆心哦，很有耐心，对不对？对，跟学生沟通是一个学问，真的。是没错。对啊，我想这个德全老师一定有很深的一个体悟啊。对，其实我们当然希望学生有想法，但是有时候你的想法到底能不能应对球场上的状况，或是你应对这个方式对不对？对，毕竟我们当教练，其实，在可能选手的过程中，我们是国家队选手，就跟国际赛也好，国内的一些竞赛也好，都会有很多的体验，所以会告诉你，你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去做这件事情会不会成功？那当然，我们有时候选手他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好，那你就去试试看。等你碰壁了之后，我们就会跟你讲，那你自己去尝试，要用什么方式再来做调整。对。我刚刚要给这个钟轩跟小高拍拍手了。刚刚钟轩修的真漂亮，小高也没有辜负钟轩那个这么漂亮的修正。没错。打到身上有机会，李源啊，这就还是硬要往下 K 啊，硬要往下 K。哇，这2球这个连庄打的是相当的霸气，而且这几位这国手级的这个好手的处理啊，都很有水准啊。对，没错。哇，这2分很重要啊，看起来都是台北康体的机会，都硬是被压制下来。哇，这个球也发得漂亮。哇，这个右成也短球，好球，李渊，哇，又被拦下来，
哇，不过这几个球真的两边都是拼了啊！陈佑成这个救球的一个第一时间，可是呢还是没办法打穿啊李源这几球。今晚跟全力攻哦，4号位已经真的是哦要穿，还不如从后面来，对不对？没错，没错。好，康迪喊暂停，12比16。来，再把我那个等一下1-5准备了，这一颗没过就上了。哦。没事哦，没事哦，没事没事没事。来，没关系哦，这一球拿回来哦。接一个打一个而已哦，接一个打一个，还是要拼。来，拼了！1、2、3。李元刚这几球，这真的是没什么角度，硬想要 K 过去啊！不过真的被包得死死的了。对。哇，钟轩这几个发球真的是够呛的。对，其实也发得很好。对，够呛的，够呛。能够拿这几分，其实钟轩的发球功不可没。嗯。哇，连3颗，连3颗，哇，李源连被扣了3颗。对，这是扁勋哦，汪扁勋。你看那个时候，他当要打的时候，他的左手就伸出去，连续拦了2颗同样球路的球。对。好，现在张家伟上来，那另外也把这个9号的张浩博给换上来。17比12。真棒！哇，突然间把节奏放慢，吴宗轩再是直接的发球得分。所以经验，你看他连续发了3颗强击，看你站的越会好前面，而且大家跳要发球，要发这种前面的那个手腕的那个的熟悉度跟那个细腻度，真的这个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每个人跳发都可以发这么小力的球，手腕的应用哈。这有点像是就吴宗轩就像是一个大的台风扫过去之后，就先已经把整个状况都解除了。好，现在把宋博廷换上来，吴宗轩退场休息，13比18，差距5分。那钟轩下来休息一下，可能要下一局的时候还要再接再厉。哇，小高这球时间差拉出来。对，帮我们谦逊上场，好。谦逊的发球。球，好球，好球！哇，这几个修正都修得不错哦。对。那这次施朗有没有硬打，还是打了一个touch out？杨才恩上来，哇！这阵子这突然间啊，那个原本有的那个空间跟节奏不见了，现在打的比较是24号的这种第一排面的球都给鬼哦。对，其实要多点切动，对，其实就是移位也好，或是球，其实都接好球，中间去。打中间，往中间去打，然后中间打多了再往外拉，对。哇，还是往边陲走，又是发生了失误。哇，这阵子又真的这个失误太多了。哇，差距到达9分了，22比13。
现在要把施朗给换下来，把林冠洲给换上来。台北康体也把林威宏要给换上来。直接撇掉。23-14。张浩博他这样，不过这一阵子打法又都变作是2个边锤啊。对。就是要多一点，我还是要觉得多一点切动。就刚才一开始他们在拉锯的时候是打得很好的，就是球接好的时候，他们的攻击手一直在跑动。长线这球界内。李源这个出手也是过长，这一局结束啊！连庄第3局255拿下，局数2比1。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本来是想扮南瓜啦，就戴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扮，那我就扮那个小恶魔好了。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给大家带点一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连庄跟台北康帝这第3局，这个整个状况就蛮特别。第一个是连庄的攻击没有因为攻击而丢分，那成功率有6成8。重点是中半段那个连续的拦网啊，对，那拦着让整个台北康帝整个节奏大乱，所以到了后半段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在攻击方面能够累积出来的能量啊，那也让连庄的第3局仅仅花了22分钟，25比15拿下。现在的局数是2比1，进入到第4局。王敏勋先发球。对，还是要有一些移动、切动。对，没错，没错。还有，哇，真的是哦，有这种移动啊，身体跟整个空间的那个流动性呢，这真的也让连庄在拦网上的难度会增加了。没错，没错，因为你有移动的定点的位置，就不会有办法定位的这么好。哇，真的是干净利落的一个 A 快，对，离乡腰杆。还是撇掉。其实今天康体不错，就是康体每一局的开局其实都打得不错，对不对？对，都可以拉锯，甚至领先。对，他们会比较有问题都在中后段。对，但是中后段又是我们排球比赛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区块。哇，李源这个球把施郎的球直接的拦下。4比1，杨承恩。不要！哇！
做了一个切动啊，还是做了一个切动。我这球以为又要往4号分，哎，没想到那个李源溜进来。对。假如李源他可以以后再多追一种进来，再打一个后面，他们现在就是说啊，就是半场的球的时候，这个就威力就更好。哇，想要走这条直线找小高啊，可惜没过哦。输了。还有，还有，不，当然有一个问题啊，你不能所有的球都只靠李源一个人，对，打一个中间切入，然后拉出来2号位，他移过去又给他。对，第一个体力上。再一个被针对上，也会很明显。好，这几分现在分数追上来之后，现在台北康体展暂停，目前是5比5。先去打老2，你老3比较没那么顺嘛，所以你去打老2，你去打老3，那边就拉那一边就好。哦，小廖如果要3后盘，就给他老2就好，这边就把他拉过来。在后排的时候，我打了把那个波波5比5。球，球，还有，救回来。哇，吃下去。我觉得是啊，接着这颗球，那个我泽宇的腰都快断了。好险，只有钟轩出手很快。 6比5。还有，好顶住哦，好球！哇，这球小高应该是出手的时候就已经碰到标志杆了。对，没错，差一点。他自己还那么嗨，差一点被他骗。其实好像也可以挑战看看。不知道啊，这到底是他打到对方的手再碰到标志杆，还是他出手就碰到标志杆？是。哦，好球，好球，小高真的很快。 其实泽宇的举球会让攻击手的那个进去的节奏比较完整一点，因为在拖球那个顿点就是很明显、很清楚，所以攻击手会知道这个时候他要这个出去，他可以跑第一步。对，就大家在抓那个节奏的时候，那个动作是有意义的。对，没错没错。所以你说。 NONO 其实他的举球其实也是非常碰到手球就出去了，所以这个也是要一段时间，所有的攻击手都会很清楚知道他这个碰到球棒就出去了。但有的举球选手他是会沉下来再出去的，他不太一样。哎，对，像以前的我们的戴卢谦就是会有这个动作，那个信的蛮对，因为他的手法这个手的手型那些非常好。所以所以说举球员你很少看到外援是举球员，很少。为什么？因为你要搭配到所有的举球的攻击手的时候，他要去适应他，
那我只要找一个外援攻击手，我适应一个就好了。对，通常外援很少会去举，就去找一个举球员来。好球，好球！现在基本上哦，廖鸿生的角色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是因为他不是只打中哦，现在他的角色又调了哦。那现在是杨承恩打中啊，廖鸿生有时候是打副位哦。对，没错没错。其实鸿生本来就他算是我中间手里面能够后排跟打很多位置的人啊。对。8比8。小高真的飞进来。对，其实有时候真的看小高打球，尽量这个差不多8分力下去就已经很快。其实他就是快，对，他的球其实很快。9比8。小心脚，有点短，小心有点短。哎呦，危险，危险，危险！这个其实我们比较怕受伤。对对对，这球真的蛮危险的。对，因为下来整个过去就是2个人都踩到身体，是整个会有前倾，甚至脚。你看这个球，哇，他脚真的这个非常危险。其实这种球，其实我觉得连从胜恩他就不应该这个球再跑过去，因为你也打不下去了，而且你甚至会造成你的受伤跟选手受伤啊，对。哇，一样的问题哦，这一阵子的失误真的台北康迪也比较多，而且一样的问题，你看李源修高力差优啊，现在是怎样？现在开始有点体能会是一个考量点，所以他的失误变得比较多了。对，没有，其实就是要让我这样来说，他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体能，不是什么球起来我都要跳这么高，每个球一起来我都要打这么用力。你什么时候应该要小力用？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很用力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拼那一种基本的一个手腕变化的角度的出手，这个对他之后也会很有用。哇，这球又是没有做好，好守得漂亮。有点乱，有点乱。哎呦，施郎真的是高啊！哇，这几个节奏有点乱，那施郎还是有办法啊。对，是啊，这样讲真的是用力往故意要拉球有点高的话，真的也很难去拦网，真的。这又有一点点中半段，整个台北康迪又有点稍被拉开了哦。哇，现在这个真的是节奏，有些地方让整个快跟乱，让台北康迪有那么一点点跟不太上，自己也在乱。对，没错。右走又是整个轮转的问题，位置又先动了。因为其实现在的一个年轻选手，有时候真的在这个跑上，有时候真的是比较不去 care， 对。但是这个就是1分，对。这还是一样啊，是讲到这阵子一直都交给李源，可是呢，这个效果不好，并没有别的调配的话，那就打的就很辛苦。是。所以其实我觉得他现在你遇到了这个状况的时候，你怎么样去突破？你看我还是用同样的方式，要用力打，用力打。但你想想这个球，刚才这个球，小凯他跳起来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往1号位置去做拦网了。我是不是应该斜线就要打下去了？有，现在打大炮哦，廖鸿生，全的。可能他们突然叫去举球，我们也不用觉得真的吗？好，现在把柯凯杰换上来。哦，这个球发得够重，
小高没有把球给接起来。好，现在要把林冠洲换上来，小高接发球，嘿。因为其实冠洲的最主要的作用就在后排，他的接发球、他的防守啊，还有他的一个就是这次真的是非常好。好球，中间这个球好球。哇，没菜！哇，不过一样哦，中轩那几个修正啊，都能够让他们队友还是得以发挥哦。对。那其实可以，只要再更远一点更好。好，再把中轩给换下去，让宋博廷上来。对，让中轩休息啊。对，因为其实一直打，其实有时候我耗损他的一个体能。他的状况其实也那下来休息是很好的这个事情，调配一下，对。哇，节奏都有点乱。这两边其实这两个球搭配的节奏都有点乱哦。要来挑战吗？要挑战的是拦网触球，而且其实这个球市长在这个球好像灌篮。哇，这2天都有学生球队来到现场啊，那当然，其实这是一个相当好的观摩机会了啊。分数的差距仍旧是5分左右。那这个时候就看这个台北康体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啊，能够把这股气再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感觉起来那个气有点开始往下掉。对，没错，整个一个气氛。对。那现在真的需要再顶起来啊，要不然这样的现在这个气是不够的哦。对。而且你看哦，现在来了蛮多的学生团队，而且很多都是女孩子。待会我觉得他们去看下一场，这是双十国中。对，双十就是因为这一批啊 U17、U18 的，基本上的状态跟整个能力其实是相当不错，所以伊利营造的今年这一批新血，哇，看起来是很有竞争力。是，我们其实问到了他们的，昨天的那个我们的那个今晚教练，其实他们就觉得很难打，缠斗性很好。是。哇，真的是吕江豪凯真的跳得够高了，所以你看他后移还得关刀哦，真的可以再高2个球啊。对。还有，哇，可惜啊，台北康体有点这个气势有上来啊，没有顶住啊。我以为阿亮要上来是要把球抱住的。阿亮就走过去，他有他他有那个动作，其实这个球是有，他整个冲进去。
其实一学那个吼起来。对，其实季后前就这样，没有在怕，没有在怕的，没有在怕。刚刚又是一个搭配上的一个默契上的一些小小的闪失啊，那把这个进攻的机会真的是还给了台北康体了。对，13比18。要挑战，要挑战，要挑战，要挑战！这个球要挑战挠印。看起来是直接砸在网袋上啊。对。那并没有往对方的场。好，这就是挠印，14比18，差4分。其实讲的还是稍微慢一点点，所以这个球点是低的哦，是有点惊险这一球，不过有翻过去了这球。对，其实冠州以前是我们的郑文龙宫的一个选手，其实就算让他去打下场主先发去打都没有问题。为什么要接发球攻击的技术，其实就是个子比较身材没有这么高大，就这样而已。好，现在分数维持差不多4分到5分的一个差距啊。现在连庄这边也开始在走马换将啊。施宗玉上来。好球！出手，那球起来，这点他就标志杆了。你看这个球，他出手右边出去，这个就是其实，在他们那种个子比较矮小的时候，他应该要有的标准打法。对，没有大力。看这个球很大力吗？没有，我就是要打他，只要那里越打的越轻，当然反弹的越小力，后面要守备的就更难守备。对。对，好球，对。还有，好球，李源。现在当然都是这个4、5分呐、当然，现在当然我比较这个爱闹、爱找事的时候，那如果现在台北康利多拿个2分，那个情况就不太一样。对，没错。这种比较唯恐天下不乱的说法，说那
再追近一点哦，那个气氛就起来了。现在真的要比后半段哪一队的心脏强啊，对，稳定性高啊。是。16比20。直线。哎，这就没拿死。现在是台北康体的球后排，李源进去的太早了。你累了吗？哦，不过讲实话，真的是看起来还是有点落差了。对，没错。其实每一个球都给李源，其实真的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成果。其实我刚才的洪生。可以打得这么好，那冠伟是不是你也要去稍微想一下怎么球起来？除非是教练有时候都给李源，对，要不然你的思考上面的时候，对，你看，其实其他的队友是可以得分的。现在整个连庄就是要球一起来哦，就是李源，3个人每次都3个人去拦他，就让他打进去了，他也是耗费所有的心力，这个不一定是非常好的这件事情。单脚当然他可以连续得分，他这种肾上腺素的一个起来的时候，当然可以连续得分没问题。好，现在还是4分差，李冠伟。吞下去。18比22。哇，这几个球就比较没有一个角度哦，比较没有一个角度，球太低了。呀，对。19比22。对，因为其实以谦逊人的一个动作，其实他动作也是很大的，所以你给他高一点，让他有机会好好延伸去做攻击的时候，他能成功的机会就很高。翻过来，再1分，哎呦，真的是事情不怕多，现在只差2分，20比22。要喊暂停吗？要，连庄喊暂停。现在2分差。太远，太远。我不会过啊，这上去来，下去了，谁去了？没事，专注一点就好，专注一点。接发球。哎，接轨。我们真的要讲啊，今年的球季看到这儿，当然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彰化3大有限啊。不过其他的5队看起来其实都没有一队有那种绝对的载质性的一个领先优势。就是说，他今年就是很完整，然后一定不会有 trouble。对。感觉到现在起来，其实每一队都有机会，每一个人在对战的时候，就是看谁的状况。好球！哇，这个4号位很关键啊！23比20。对，谦逊本来就有这个能力了，再给他高一点点，他的处理的时间更长一点。其实谦逊你要拿他的球，就是有点的难度就挺高了。反正现在就是球给李源就对了。对。好，够撑头，这分还是让李源给拿到。
21-23。张家伟换上来发球。哇！前排中陈冠明被拦到，22-23，紧张喽！心脏够大颗，紧张了，紧张喽！心脏够大颗。其实这一球起来开接，其实这个球给谁最好？给我觉得宋博廷会更好，因为博廷的他的一个经验度，都遇到这旁边来的，其实我觉得他的把握性会比较高。哟！再一个拦网，23-23。出代志了，出代志了！现在平手，连庄再喊一个暂停，现在没有领先的分数了。要球啊！好，第4局会怎么样收尾？基本上不在。我看起来这个状况仍旧存在啊，23-23。啊，持球吗？哇，过网局球，这一分让康体拿到24-23，局点。一堆人刷一排橘子，5颗橘子。好，这球有，这球有宋博廷。对，其实一开始的前面几个球都给博廷，这一局也是结束了，早就结束了。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就是说，其实凯杰的举球其实没什么，就是有时候他的一个你到底给他指令是什么？让他学会先给他一个指令，然后再告诉他说这个球你为什么我们会给你这样子，你要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就可以慢慢去吸收这样子的一个。李源这也是一个斜线的大空档，李源真的累了，真的累了。哇，这个球竟然是关键时刻失误。对对，其实我觉得这是李源要去学习的啦。对啊，就是什么叫做关键球。前一个球如果是这样子，那个整个魁个波港啊，对不对？没错没错。25-25。还有。是大家都刷橘子，刷5个，感觉起来好像不太够哦，大家可以多刷一点。不要再刷橘子，夜深了。机会，没有。还有，李源再1分。再这样打下去，我觉得要来换车票了哈。看看今天最晚是几点啊？不要，隔天还要上班。哇，李源拿了27分了，局点26-25。还有没死！哇，小心！差一点点，26-26，你在拉比，真的再讲下去要语无伦次了。对，其实凯杰的球给那么球都太低了，可以再高一点点，因为现在后面那个不是中旋，不用那么快，可以给它高一点啊。那个
德全老师，我帮你跟学校先请假好了啊，明天可能要晚2堂课。不行，打到凌晨我都还是要去。26。有，守住。哇，还是被压回来，没有要高一点，太快了，所以这个球凯杰给他出去的手腕的动作太快。今天好像再蹲下来，手的动作再慢一点，这个球会变得比较慢，高一点，因为距离你跟冠州这打的话，距离很近。这个真的是你真的是哦，你在讲就很清楚，那个就是美感，对，那就是举球的美感。你要那个球缓一点，对，你的攻击手好打，太近了，因为你跟他太近了。哇！这一局真的，台北康体28-26扳回，4局打完2-2。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了。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本来是想扮南瓜啦，就戴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扮，那我就扮那个小恶魔好了。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给大家带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
11月27号的这场联庄跟台北康体的比赛，这个第4局啊，真的让台北康体从这种原本的落后，硬是把比分接连几个漂亮的拦网啊。第4局拦网拿了5分，攻击15跟16，差距也都那么些微的一点点的不一样。那在整个失误的部分呢、重点还在后面几个拦网帮台北康体硬是把这个局面给逆转了回来。 花了34分钟，28-26，现在局数2比2，进入到第5局。第5局就难说了哦，第5局难说了。哇，这真的这场比赛万万没想到。不过当然最后那个刚刚其实，德俊老师也提到，凯杰那些细节真的是，比如说分项的一个练习跟分项的一些的指导，他真的就要有一个举球的这样的一个专科。 那可以帮助他是很多事情会更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其实我相信凯姐她自己有能力，她也一定很想要努力。但是其实，在球场上，教练其实很重要的一环。教练，你有没有一个那个可能是举球的教练，好好的在旁边一直跟他讲这个情发生了什么事情，要不然他一直碰撞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讲，他也不知道我问题为什么要怎么解决。哦，这个被守起来。 好，打高，有 touch， 哇，这球完全是打平的，对，真的是全垒打，这整个玩全垒打，看往上，全垒打，对，手指这样胖子出去了，这完全就是要往上打就对了。对，廖鸿生帮台北康体拿下第1分，打到第5局了，15分制啊，1比0。难道今天是所有没有赢球都要开张吗？那都误解吗？没打死，哎呀，没出去，没菜。短球，哇，真的是一样哦。这个接球还是一个比较一样啦。康体最大的课题，接球一定要先稳下来。其实各队都一样啊，接球了啊。拦网出界。哇，碎呀！小高真的是，其实这球他跳得早咯，对，可他还在空中，真的又是一个横移的动作之后，还是高打点把这个球给扣下来。这个球能跳多高？哇，真的是整个身体在空中停留一下子，又往上去的时候，就是一个半身，又往上窜的时候，再横移一个10公分之后再出手。对。3比2。 没打死，
还有，哎呀，没有闪过去哦。这球被中学蒙到了，他自己也很开心，因为就想到瞬间过去，刚好看就打到了。好，现在台北康体喊暂停，2比4哦，第5局。OK， 没事。那时候有讲啊，那时候有讲，这种高水准的比赛肯定是会好几波的，所以那个心态要有这个心态。哦，一颗没死又要再一次，一颗没死要再一次，要有这个心态哦。连续打好几波，哦，不要好像只打一波，然后就后面就不管了，好不好？来，我们可以啊，好球，来，对，来。那个盛惠郭博义15的。真的要有那个心理准备，来回数坡那是基本盘了啊，基本盘。4比2。因为我们不要觉得第一个球对方就会死，因为在这种高水平的一个比赛的里面，绝对没有那种一颗我就会得分的。这有点好，再来。还是给李源，还是给李源。对，这球李源出手就很快，这也再慢一点，炳勋就要拦到了。对。也是啊，哇，触网，应该是手最后去 touch 到，哇，这个球亏了，哇，中间这个球因为离网之近啊，撇到了，最后去撇到，要收的时候一个人维护啊，哇，分数又让台北康体追上来4比4啊。哇，完全拦不到，完全。这球真的跟小高出手，这个出手的快速，你看林彦成过去的时候，还没准备过，啪打下去了，快速。加油啊！加油！5比4。哇！啊，中间这个发球可惜了，对，差一点，其实就差一点点。对。100分哦。好，那一裁直接认定这球是界内。有挑战哦。我们这边看起来，我们这个角度看起来是，压线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对。可是不知道那个球是蛮快的啦。对。相当的接近。这个毅力营造跟台北金网都没有想到，哇，我们要等1个多钟头。对，直接被刷过去。对了，我看也是界内了啊，因为刚刚看起来那个压不是，其实不能怪。对，太快了哦。太快了，连我这边看，哇，瞬间下去，其实我都觉得有点奥赛，非常快。来看看接下来6比5啊，小高的发球要不要吹？要吹。哇，有防备，有防备。哇，
小高，哇，这个球打得相当的霸气啊，相当的霸气。好，现在台北康帝要换人，要把郭博义给换上来，郑正瑞也要换上来，7比5。其实小高真的去过日本回来之后，真的在很多处理球方面，甚至把握性方面，都真的提升很多。真的是提升很多。以前在看他打的时候，其实这种很多很容易自己一些攻击，嘿，对。哇，这个球想要把，所以刚刚这个球你看到，就我们刚刚在聊说那个中线那个的发球，就是你要包那个短球，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对，那个大家会觉得说啊，我跳，因为你要发小球，有时动作你脚不流畅的时候，你会用身体是想要去做，因为你要打小力嘛，所以身体会变小。所以一看就知道这个球要发小力，但是你看真正工作很好的，他在最后的出手的这个手腕才是轻轻碰一下，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有没有？不要！对，真的是危险。对，还是注意安全啊。李元是好学生，李元还帮忙把那个板子扶起来才走。对，这时候就要稍微慢下，他是对方高工毕业的。啊，对哈，他是你的学生哦。对。好，先拿到8分的是连庄，8比6，现在要先换边。其实只有2分哦。对，尤其像你看第4局后面是在于重点是那几个拦网，那几个拦网。对。好的，现在看看接下来的情况，8比6，王秉勋，哇，林森这个球被扣死，9比6。看泽玉的这个动作做得非常的好，整个身体的下压，这个身体其实做得很好。哇，这有点是整个没有跟住哦，没有跟住，然后再要换人，哇，这一下又多丢了2分啊。10比6。出界。哎，哇！刚刚这一波的进攻没有把握，整个那个差距就出来了，真的中弹。好，现在再把柯凯杰给换上来。11比7。哇，真的是。这几球都是打到对方的手里哦。好了，没关系，再接一颗，一样发给你们哦，一样你接哦，接自己跑。哎，没事哦，没事，试试看。
再来！刚才落后那么多，你们都追得回来了，这不算什么，好不好？打到最后，来，打到最后，放弃了，哎，1、2、3，来，哎，赢了。哇，这还是啊被锁定啊！林胜恩这摆明知道这几个球都要是以林胜恩这个球为主体啊，打这个时间差还是被2个人给拦得死死的，而且牌面上来讲，身材条件最好的2个人就在前面啊。啊，这整个节奏乱掉了，这球要挑战有没有拦网触球？好的，在此刻，哎呦，陈杰等很久了。对，陈杰要单画单正英雄啊。对。不过不错，他这个 EQ 很好，还是维持满脸的笑容。对，没错，这是一定要的。没有，这球没有 touch 到，好的，这分没有 touch 到，目前14比7，连庄的赛末点。李源，哇！李源今天到目前29分，哇！你看到他的击球总共56次，拿了26分，超接近一半，差不多几乎是整个这个康帝的4成了，拢一定怕。真的，今天还有雷诺在的时候，今天就有差了啊。对。就不一定了好，再1分哦。会不会跟刚刚又来一次？9比14，还没有想要结束的感觉，还感觉不到比赛马上要结束的感觉。对，好，现在连庄喊暂停，尽管有着5分的领先，也是不敢大意了啊。是。哇，连庄今天有4个人得分上双了，当然吴宗轩跟施朗各有20分，小高17分，那吕江奥凯也有10分。哇，连庄有11个人都有得分。对。那今天在台北康帝的部分，除了李源的29之外，林胜恩有16分，那林阳成9分，啊，廖鸿生跟郑胜瑞都各7分，9比14。哇哟，又没配好，再丢1分，10比14。这球是拦网出界，比赛结束啊！连庄在今天是3比2击败了台北康帝。不过蛮有意思啊，第2周没打完，最起码每一队现在都有积分了啊，都有积分。好，我们再休息一下，回到比赛的现场。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本来是想扮南瓜啦，就戴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扮，那我就扮那个小恶魔好了。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给大家带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了。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我们刚刚了解真正的答案，那丰庆教练因为教招的关系，所以这2个礼拜都没出现啊。那当然，星汉教练，来，星汉教练来聊一下。星汉教练，这个过程都一定要打到这么紧张就对了。但就是我们有换第4局有换候补的上来，然后我们就想说要多磨合一下，让候补的下去磨合，然后多训练一样。对，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说。球队有些时候就不仅是输赢的问题了，怎么样让这个阵容能够慢慢的大家都提升，对不对？对。好，那小高来，小高聊一下，今年呢再回到了这个气牌的一个殿堂当，而且因为原本这个球队 Brian， 那 Brian 在今年因为受伤的关系补上了你，那这个战力又是大家所期待的，你自己会觉得有些压力，而且回来再来打气联，那个心态上有什么不一样？其实说实在没什么压力啦，因为其实回来，因为其实蛮多人问我说什么时候回来，那刚好今年有这个机会回来以后，那就想说把自己表现好给他们看。那今年的目标绝对就是把自己的接发球加强，然后再出去外面再闯一下。对。不过可以感觉起来，就是在球场上现在都常常看到你打球真的比较轻松，有笑脸，而是因为那个在外面看过世面之后再回来，就觉得那个心态上其实是真的不一样。对啦，就是其实每一个环节都一定会有失误，那就是不用把它放在心上，然后下一颗马上调整好就好。就像第1局其实接发球我都没有接到位，然后当然其实队友们一直在提醒，然后自己也在稍微做一些修改以后，然后在后半段其实接的都还行这样。对啊，好，来跟凯杰聊一下。凯杰，你看哦，其实今年对你来讲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是也是一个挑战。那心理上会觉得压力有点大吗？其实不会，就其实在场上就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而已，然后剩下就交给命运安排啊，对吧？那你怎么就说好？现在对你来讲，你必须要主导很多这个整个球队的整个攻势的推展。那你是怎么样去提醒你自己？有哪几个点是你比较在意跟你比较注意的地方？你是说球场上？球场上，对，怎么样去做配球？你注意的那几个点会首要的点是什么？其实我对我个人在球场上的表现注重的，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是跑动吧，因为我觉得我跑动速度比较没有这么的快速，然后取位的话也没有取到最佳的一个位置，所以会导致举球的球质稳定会比较不稳定这样子。所以说等于就还有很多可以再去精益求精的地方嘛，对不对？好，来，星汉教练。这样的一个球队，我们以前都在讲说，联庄是一个很成熟的球队啊。那当然，今年因为阵容上有一点点的调整，所以你们现在在怎么样去给所有的球员那个更大的信心？那你看每一队现在跟联庄打起来也很接近，那怎么样去让这个球员本身的信心能够快速的建立？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好的支持。对教练来讲，有什么地方是你们会一直提醒球员的？提醒球员开心打球嘛，因为我们现在要往连霸的路上。然后一定会更有压力，对吧？然后提醒球员开心打球，如果不要失误就放在心上，就放开打就好，轻松打这样。对，所以大家在球场上就要跟小高一样，开心打球，对不对？不要这样一两个球的油桃盖宾，对，其实也没什么大，就是一球而已嘛，对不对？好，我们也看到了联庄今天呢5盘大战。那辛苦的过关，不过也在这个礼拜慢慢把交往状况慢慢往上提升，也期待你们后面越来越好啊！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在主播台上的德权老师。那今天首先恭喜今天的我们的联庄的获胜哦，在5局大战里面艰苦的获胜。但其实我觉得今天整个的一个小高的表现，其实像我说的，从日本的一个联赛回来之后，整个的他的一个稳定度，还有大家会发觉说他现在的打法跟以前。其实很大的差别，就是在一个球的一个掌握度，其实掌握得非常的好。那他今年进来就是我们的一个替补的那个 Brian 的他这个空的一个缺位这个。那刚才他也想到说之后今天再调整好，今年再调整好自己，接下来明年的时候还要再出去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不会说，我在这边好，那我在这边，我有机会，我还要继续往更高层级再来挑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觉得小高今年回来，其实也给我们很多的很好的一个分享的。
其实那个真的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你真的去看过世界之后，你会知道世界其实很大的。那你不要只执着在那个点上，好像觉得非怎么样不可。对，没错。你知道说世界那么大，你如果有机会再去多看一个世界，那个就是一个过程，对不对？对。那近期在我，不过基本上享受比赛。对。我想这好像真的对你，如果真的想要做职业，把这个当职业，这是一定要的，要不然你无敌啊，你根本很快的一个丢弃啊。对，而且会安于现状，因为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选手，像佩章啊跟玉生，永远都在台电，但是他们因为想要有不一样的一个，他觉得人生也许有更多的挑战，可以再来去做来做一个面对这样的挑战分享。所以我觉得我们希望我们的选手能够越来越多，甚至我们女生也可以有越来越多，然后来增强看了世界，看了很多别的地方的大家的一个努力，我们可以越来越好。对呀，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很良性的。当然，就是凯杰的心态也不错，尽管是有点压力，可是我觉得他也不会就硬着往自己身上扛。对，还是就很清楚知道他必须要就有所成长，可是要能够慢慢的循序渐进，按部就班了。好，我们今天真的是看了一场精彩的5局大战，也恭喜这个连庄3-2过关。下一场球将会是看到哇，台北精华跟毅力营造张起帕格阿内哦，波基波没了，打满5局，今天再度的交手会是怎么样的局面？我们也很期待。今天相当谢谢德权老师，也跟您说声再会，我们下一场精彩的球赛再见了，拜拜，拜拜。